伊甸园是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、夏娃生活的地方。那部分描述呢，记载在创世纪的第2章。经文呢，讲述了伊甸园的地点，提到了4条河流。不过如今呢，人们公认的人类文明发源地是著名的2河流域。这2条河呢，就是幼发拉底河以及底格里斯河。这2条河也确实很有历史，而这2条河呢，又确实是圣经中关于伊甸园的描述中提到的那4条河流中的2条，所以伊甸园呢，应该也就在这里，只是另外2条河人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。所以今天的分享呢，就放在探寻伊甸园的第1大河。圣经关于伊甸园的地点的描述呢，提到了4条河流。经文的描述是这样的：第一道名叫比逊，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，那里有金子，而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。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呢，是伊甸园的第1道河，不仅提到那里有金子，还特别提到那里的金子是好的。然而我们所知道的那2条河呢，幼发拉底河以及底格里斯河，则是在经文中被排到第3、第4的位置，在描述上也更加轻描淡写一些。经文是这样的：第3道河叫底格里斯，流在亚述的东面；第4道就是幼发拉底河。在描述第3道河的时候，只是提到它在亚述的东边，而在描写第4道河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说。似乎对比第1道河来说，这2条河已经十分逊色了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呢，这是在后人修订圣经的时候，因为第3道、第4道河呢是人人皆知的，所以不用多说，这可能是一种可能性。不过我感觉呢，人如何理解这些描述给出的地理信息的时候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人既有观念的影响。比如按照我以前的观念，我认为圣经呢就是讲述以色列人的故事，所涉及的地理呢就是以色列，其他地区都是外邦人，所以圣经对外邦人的事情是不多谈的。然而当我思考伊甸园的故事的时候呢，那个2河流域呢，并不是与上帝毫无关系的外邦人居住的地区，因为上帝在创世之后，是他呢选定了那里作为人类始祖居住的园子。似乎亚当在那棵树前面跌倒以后，人类始祖的故事就不再和地点有关了。但是在大洪水以后，地点再度成为上帝所关注的。首先就是洪水退去以后，经文就提到方舟是停在亚拉腊山上。之后呢，人类的繁衍建造巴比塔，经文也再度提到那是示拿平原。在巴比伦时代，上帝使用先知但以理的预言，阐述了人类的历史，从巴比伦开始的那个金头。那个巴比伦帝国呢，就是在2河流域的。由此可见，那个伊甸园虽然是洪水之前的故事，但圣经提到的那4条河的地点是为了洪水之后的故事，所以那个地方仍然是上帝关顾的，因为那里代表着上帝的祝福。即使是洪水以后，那里仍然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。所以作为伊甸园呢，它的第1道河应该更为重要。而我看到的呢，是在财富上的祝福，因为经文说那里有金子。创世纪的第25章提到以实玛利的子孙是住在哈菲拉，我想这也是对他的祝福。经文说他会成为一个大国，说明那里的物产是十分丰富的，就像埃及。上帝曾使用埃及的尼罗河的丰富呢，养育了以色列人。不过以实玛利的子孙要比埃及人更为富有，因为那里有金子。一般来说，熟悉圣经的人未必知道哈菲拉，但是人们一定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在人的传统观念中呢，西奈半岛中的西奈山就是圣经中上帝向摩西显现的神山，也是后来以色列人聚集在那里领受十诫的地方。这种解读呢，带来一个疑问，就是那个地方应该是算作埃及，
为什么上帝将自己的神山设在埃及呢？因为法老呢并不需要过红海就可以到达那里，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呢，那么出埃及过红海不过是红海尽头的那个小的咸水湖，这里距离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很近，因为错过了这里就是真正的红海，那个跨度有200多公里，人一天的时间是无法跨越的，而且水深有1500米，海底又是充满了陡坡峭壁。而另外的观点呢，则是认为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半岛，在那里走了几天的时间，并没有过红海，而真正过红海的地点呢，则是这里。因为经文呢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在过红海之前，在旷野走了几天的时间。这个地方呢，应该是一个古老的河床，那个出海口呢有一个很大的冲积平原，水下的海床深度也很浅，坡度呢也只有5%。红海在这里的跨度呢只有15公里，而且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个理论。按照这个理论呢，何烈山就应该不在西奈半岛，而是在阿拉伯半岛，那就是今天沙特的境内。所以同样按照这样的观念，摩西呢曾在这里遭遇过亚玛力人的攻击，而亚玛力人呢是在哈菲拉与埃及前的舒尔之间，于是我们就知道哈菲拉的方向是与埃及的方向相反，那就是今天的沙特。这样的解释呢就合理了，因为哈菲拉是属于当年伊甸园的一部分，上帝将自己的神山选在自己的园子里。当然这样的解读也说明那个伊甸园的面积十分的巨大。虽然今天的沙特呢并没有河流，大部分的土地是旷野以及沙漠，从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到很多古老的河道。在沙特的中间地带有一个地方叫瓦迪鲁玛，每逢雨季呢，这里会出现季节性的河道。最近看了一位考古学者的视频，他到实地考察，说那个河道里面的石头有这样几种，有火山岩，还有石英石岩。所以来到河谷上游接近红海的那些群山之中，考古学家看到同样的石头种类，由此可以推断，那古老河道中的河水呢，就是来自那些山脉。可以看到，在那古老的年代，雨水曾经在这些山脉上形成溪水，最后汇集成河流。从卫星图片上，我们跟随那宽大的河道，可以看到那条河道在一片沙漠面前中断了。不过当我们跨过那片流沙区域，又能看见河道了。由此可见，这河道从来没有中断过，仅仅是被流沙掩埋了。而且那河道的年代要比流沙更为古老。我们也惊奇地发现，那河道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，在那里汇总并出海。它应该是圣经说的第一道河，因为从它的宽度看，估计有5公里，而我们看现有的幼发拉底河，不过只有100米宽，所以它成为伊甸园的第一道河是当之无愧的。河的宽度如此惊人，相信这就是伊甸园的第一条河流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当年那里的物产、气候都要比今天2河流域更适合人类居住。今天的沙特呢，有一个发现特别符合圣经的描述，就是他们发现了金矿，而且是属于高品位的，验证了经文中提到的那里有金子，金子是好的，也验证了前面分享的就是伊甸园的第一大河的寓意，那就是富有。今天那里没有河流了，也没有植被，更没有粮食，大部分的土地是旷野和沙漠，但他们有石油，如今呢又发现了金子。他们本可以像以色列人那样在沙漠中种植葡萄园，发展自己的农业工业，但是他们没有，因为他们没有危机感，他们也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经历过大屠杀，对土地呢也没有那么珍惜，所以他们只是在那里享受物质上的富有，建造高尔夫球场或豪华公寓。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土地，却没有给他们物产，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的双手去建造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所讲述的一直是2种不一样的人生。世界上一切物质性的财富呢都会过去，今天人以为骄傲的那2条
孕育人类文明的河流也在走向干枯。所以重要的是，上帝借着人在物质世界所经历的困苦熬炼人，像熬炼银子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要积财宝在天上，因为这样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显得更为宝贵。